最近有观众向本台转发了不少离奇的新闻，比如台风杜苏芮登陆时，小区里的木板竟在台风里旋转，而一群鸭脖却在每秒40米的风速中岿然不动。虽然这些现象让人无法理解，但老观众都知道，本台通过强行解释，不管好歹都会给你个答案。接下来将画面切换到事发现场，趁着月黑风高，几块木板正在台风里转动。经记者多方调研发现，除非闹鬼，木板无法自行站立旋转，那就只能找一处风很大的高空强行解释台，将木板装到旋转支架上，摆成视频里的样子。但气流的动压和平面垂直，而摩擦力与平面平行，导致合力指向圆周内侧时，作用线穿过圆心下方；合力指向外侧时，作用线来向又偏向圆心上方。因此，风沿着左右对称轴吹来时，支架会达到力矩平衡而静止。但风向偏转时，4块木板的合力矩依然会保持平衡，所以这种造型并不能旋转。那视频里的木板难道是真的闹鬼吗？就在这时，眼尖的记者发现，视频里的木板横截面并不是矩形，而是两面外凸，看起来很像是 NAC A00 系列对称异形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拿起锉刀把木板锉成 NAC A0015 异形。这下异形迎风一侧的木板受到了垂直与来流的升力和平行的阻力，产生了旋转力矩。同时，另一侧异形逆风的木板，由于气流分离，升力很小而阻力较大，气动力同样形成了旋转力矩。两个力矩叠加导致风向无论如何变化，支架都能旋转。可这样并不完美，让它再带动一个马达，就变成了垂直轴风力发电机。但面对本台的结论，视频拍摄者不服，于是再次观察，果然看见被风吹散架的发电机叶片。虽然大获全胜，但接下来鸭子的问题又该如何强行解释呢？有人说鸭子的尾巴制造的下压力能把鸭子摁在地上，让它站得更稳，但这种解释本台无法接受。如果我们把小滑板看成一只4脚鸭子，用手按住鸭脖或者鸭屁股，那么鸭子会受到倾斜力矩，只会站得更加不稳。所以鸭子在强风中必须收拢尾翼，减小迎风面积来避免后翻滚，同时保持低趴姿态，减小腹部和气流的迎角，让鸭肚子产生负升力，对身体制造前倾力矩。通过调整身体姿态，两个反向力矩就会抵消，这样两只脚才能站得更稳。但这只能勉强对抗一般的风。如果是在强台风里，就算我们请来一只5斤多重的鸭祖母，站立风阻系数取 0.6， 迎风面积约 0.05 平方米，风速按每秒40米，计算结果是这位祖母会受到大约 3.1 公斤的气流推力。可以想象，他自己才5斤重，一定会被大风吹着倒退滑行，并不断后仰，这将导致气流作用力急剧增大，很快鸭祖母就会承受1到2季的气动过载，瞬间魂归故里。因此，本台做出了强行解释，就是这群鸭子站的地方正好没什么风，而挪出就会被大风吹走，所以才一动不动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鸭子前方就是被视频故意隐去的鸭舍，鸭子都躲在墙壁背风面的低速湍流区里。